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妮妮和汉堡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飞车未来第2季第13集。这一集主要讲莉拉仅剩的一只眼睛被毁，班德误入黑手党的故事。正好为演播室，艾扎的节目正在录制中，班德可算要见到自己最喜欢的大厨，他也是将鼻涕虫做成晚餐和为鼻涕虫做晚餐的作者。节目开始，艾扎隆重登场，班德请求他在自己的画上签名，他爽快同意。班德趁机卡油，艾扎只好拿出秘密武器。终于来到台上，机器提示大家鼓掌，台下立马掌声雷动。几秒后，掌声再次按照机器的提示逐渐减弱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是演员，班德却要特立独行。他只想做艾扎的小粉丝，但人家并不领情。班德瞬间粉转黑，还拿出相机准备拍下他的黑料，结果导致艾扎误伤了莉拉的眼睛。台下议论纷纷，莉拉被紧急送往医院，约翰也在第一时间赶来，可主治医生却不是他。经过诊断，医生表示莉拉患有轻度角膜炎。约翰不服气，想要与他争辩，医生无奈只得拿出2颗药将他打发。在药物的作用下，约翰变得和蔼又可亲，而莉拉将戴眼罩1周。门外的班德和艾米还在焦急等待。见小姐妹终于出来，艾米大声呼喊，可能她根本分不清龙和虾。莉拉则害怕眼罩会影响自己的绝世美颜。弗赖说不会，天生丽质的人就算戴上眼罩也很好看。这时艾扎走来，为了补偿莉拉，他要为他们做一顿终身难忘的晚餐，地点就是在艾扎法式餐厅。晚上大家准时赴约。事实证明，大厨就是牛，每个人的食物都是量身定做。赫米斯是大盘牙买加特餐，约翰是王冠后餐，班德是酒精色拉。他还将这份美味分享给了弗赖。抱歉，我真的不要。艾米也不忘关心莉拉，莉拉说自己很好，沙拉也很新鲜，很新鲜。酒足饭饱后，艾扎又为他们端上了免费赠送的餐后巧克力。敏感的赫米斯却闻到一丝阴谋的味道，原来在巧克力的下面还放着一张账单。莉拉火冒三丈，你把我眼睛弄瞎，还要收我们钱。最后因为拿不出1200块，大伙全员被逮捕。弗赖更是遭受了人身攻击。就在他们即将被带走时，班德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因为他喜欢做菜，艾扎喜欢有人拍他马屁，所以他决定来餐厅打小时工，然后以此来还债。众人非常赞同，艾扎不得不留下他。就这样，班德成为了一名服务员。一天，餐厅迎来了几位黑手党。黑手党名不虚传，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找茬。这也能叫桌子吗？这桌子连杂人都不配。女服务员惶恐不安，班德怜香惜玉。很快为黑手党腾出了一张满意的桌子，黑老大却被他的不拘小节吸引。用餐结束后，班德为黑老大找来零钱。老大一看这不对呀，我明明给了你100块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班德只好承认，他的确想要讹他的钱，可惜他不配合。2个小弟立马起身，黑老大却哈哈大笑，还给了班德一些小费，并问他要不要加入黑手党。班德回答开玩笑，进黑手党可是我的梦想。他果断扔掉围裙，但是进黑手党可没有那么容易。为了考验他，黑老大命令他把这张盘送到彩票投注大厅。班德乖乖照做，途中看见了一个卖机油的小男孩，他也邀请他一起加入黑手党。可小男孩的程序仅是卖机油和写倒写字母。在2人谈话的间隙，班德发现警察，警察也发现了他，他们对班德进行非法搜查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因为早在喝机油的时候，班德就已经移花接木。通过考验后，黑老大带他来到黑手党犯罪总部鸡肉店冷藏室，那里正在上演一场惨绝人寰的暴行。接下来他们有笔大买卖，因此班德也要入乡随俗，为自己取一个外号，比如醉鬼。在出发前，小弟提醒班德，这次生意不是请客吃饭，而是下手灭口，所以他们得找好不在场证明。班德灵机一动，随即在船员舱房里安装了一个录音设备，谎称自己生病，如愿躲过了这次送雪茄任务。而莉拉虽然没了眼睛，但她照样能够开飞船。另一边，班德再次成为厨子，为黑手党制作美味机油。这时，小弟发现目标，看着熟悉的飞船，班德大惊。对此，弗赖毫不知情。眼看对面已经开火，莉拉又拿着尼卜勒的碗躲避，他只好一边反击一边驾驶飞船。这样天真的莉拉以为白痴才需要视力。成功躲避导弹，白痴才需要视力。黑老大也极度不满，他命令班德放枪，班德却背着他表演口技。我中弹了。等莉拉发现自己拿着并不是方向盘，回到驾驶位后，飞船已经被钳子小弟抓住。他切断燃料管，飞船引擎停转，莉拉又切到手动油泵。黑手党成功登船，弗赖被蒙住双眼。可就算这样，班德也害怕他们认出自己，所以他变换了声音，但却忘记尼卜勒。尼卜勒向他求救，班德只好把他关了起来。结果在起身的时候，又不小心把莉拉的眼罩弄掉，幸亏他及时为他戴上。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小弟又在电脑上发现船员名单上还有一个机器人。黑老大命令钳子小弟去解决他，班德阻止，表示这种小事由他来干就好了。凭着精湛的演技，他再次躲过一劫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在运完最后一箱雪茄后，黑
黑老大命令小弟烧毁飞船和船员，班德只能故技重施。见黑手党放心离开，他才来到弗莱和莉拉身边。为了不被怀疑，他还用手将自己捆了起来，然后大声呼救，两人深信不疑。莉拉还想办法解救他，一级棒！好不容易回到公司，弗莱向大家表扬莉拉，莉拉也终于摘掉眼罩，班德直冒冷汗。好在莉拉怀疑的人是教授，他放心离开，打开门却又看见小男孩，班德冲他愤怒一踢，但其实小男孩是来给他送抢雪茄的份子钱。班德满意收下钱，便让小男孩转告黑老大，他要退出黑手党。在没有参加节目录制之前，班德以为自己的偶像永远都是完美无缺，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营造出来的假象。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的人，只不过是粉丝自带滤镜。在深入接触后，滤镜变成放大镜，班德愈加讨厌艾扎，于是他果断加入黑手党。可没想到黑手党更加不堪入目。虽然自己平时也做过不少坏事，但从来没有一件事是要以牺牲朋友为代价，所以他再次选择退出。虽然2次尝试，班德都以失败告终，但如果不尝试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到底合不合适？那个人值不值得自己喜欢？宁愿尝试所有失败，也不要抱憾终生。再来看看弗莱，一直以为他什么事也做不好，是要拿着失败者的剧本走向结局，却没有想到这一集的他让我对他刮目相看，不仅能在危急时刻掌控大局，还不哗众取宠，默默将所有功劳都归给莉拉。请问这样的好男人上哪里找？因此不要小看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可能他只是低调而已。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故事讲给你们听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妮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